歡迎來到歷史之旅。如果有人告訴你，5000年的中華歷史其實可以用一條清清楚楚的主線一口氣裝進你的腦子裡，你信不信？很多人怕歷史，不是因為歷史難，而是因為它太碎，一堆年份，一堆人名，一堆事件，像散落一地的珠子，怎麼緊都串不起来。今天这一集，我只做一件事，把這些珠子用一條線穿成一串。看完這一集，你腦子裡會多出一張完整的地圖，從第一個王朝的誕生到最後一個帝制王朝的落幕，每一個重點事件為什麼會發生，又把歷史推向了哪裡，你都能順着這條線一路講下來。這不是死記硬背，這是把整個中華文明一次看懂，一次記牢。準備好了嗎？我們從最開頭說起，先抓住這根骨架，一首朝代歌。在叫事件之前，先給你一根主心骨。中華文明的朝代順序其實可以濃縮成幾句話：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三分魏蜀吳；晉朝分東西，接着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收個尾。把這幾句記熟，你就有了一條時間的繩子。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條繩子上一顆一顆掛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我要送你一個更關鍵的訣竅：歷史不是一堆孤立的事件，而是一連串的因為所以。每一個盛世都埋住下一次危機，每一次動亂都逼出下一場變革。抓住這條因果鏈，你抓住的就不只是考點，而是整部歷史的靈魂。文明的起點，從山洞走進王朝。故事的最開頭是一群還住在山洞裡的人，雲南的元謀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他們學會了打制石器，學會了用火，這就是文明最初的那簇火苗。再往後，人們走出山洞，開始種地定居，出現了半坡和河姆渡這樣的聚落，一個種粟，一個種稻，南方與北方的農業從這裡分了家。傳說裡的炎帝與黃帝被後人尊為華夏的共同祖先，炎黃子孫這4個字就是從這裡來的。而在部落聯盟的時代，首領的位子是选贤與能傳下去的，堯傳舜，舜傳禹，這叫禪讓。可是到了禹的兒子啟，規矩變了，他把位子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中華第一個王朝夏朝就此誕生。記住這個轉折，從禅讓到世襲，這是華夏踏進王朝時代的第一道門。講到這裡，如果你已經覺得這條主線又清晰又好記，先別急着走，按下訂閱，因為接下來這幾千年的重點，我會用一模一樣的方法，一口氣幫你串完。錯過任何一段，這張地圖就會缺一塊。好，我們繼續往下走。青銅與文字，商周立下的秩序。夏之後是商，商朝留給我們2樣硬核的寶物，一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漢字的老祖宗；二是青銅器，那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國力的象徵。商朝末代的君主失了民心，周武王起兵，在牧野之戰一舉取而代之，建立了西周。西周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分封制，把土地和人民分給宗親功臣，讓他們到各地建立諸侯國，替天子守疆土。這套制度前期很管用，卻也埋下一顆定時炸彈。諸侯一旦做大，天子就管不動了。果然，西周後期天子威信扫地，周平王被迫把都城東切，歷史就此進入東周，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春秋戰大爭之勢。春秋戰國與百家爭鳴。春秋戰國可以用2個字概括，一個亂，一個變。周天子成了擺設，諸侯們你爭我奪，先後冒出春秋5霸、戰國7雄。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在這樣的亂世裡，思想反而大爆發。孔子講仁，老子講道，墨子講兼愛，韓非講法，這就是百家爭鳴。後世中華文明的思想底色幾乎都是在這個時代打下的。与此同時，鐵器和牛耕開始普及，
生產力一上來，舊秩序就撐不住了。那麼，誰能結束這場打了幾百年的混戰？答案在西邊，那個經過商鞅變法、獎勵耕戰、一步步變強的秦國。第一次大一统，秦的建立與速亡。西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掃平六國，第一次把整個華夏收進同一個政權。他自稱始皇帝。秦始皇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開天闢地級別的，废分封，行郡縣，把權力牢牢收给中央，书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讓天下真正變成一家人。北修長城，南通嶺南。可是這個空前強大的帝國只撐了短短10幾年就走到了盡頭。為什麼？因為它太急太重，大興土木，賦役繁重，百姓喘不過氣。於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成為華夏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間反抗。秦朝迅速落幕。這裡有一個貫穿全篇的教訓：再強的制度，一旦壓垮了民力，也會在一夕之間傾塌。接下來要講的漢、唐、宋、明、清，才是大家最熟卻也最容易記混的部分。待會兒我會給你一個盛世轉折落幕的固定公式，把每一個大王朝都套進去。學會這一招以後，你看到任何一個朝代都能立刻反映出它的3個關鍵節點。這個公式就藏在下一段裡。強漢，從文景之治到絲綢之路。秦之後，劉邦在楚漢相爭中笑到最後，建立西漢。漢初與民休息，竄出了文景之治的家底。到了漢武帝，國力衝上頂峰，他北擊匈奴，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那條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又在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家成為往後2000年的主流。西漢後期外戚專權，王莽一度篡位改制。緊接着劉秀重整旗鼓，建立東漢，史稱光武中興。東漢又鼓囊出2樣改變世界的東西：蔡倫改進造紙術，張衡發明地動儀。可惜到了东漢末年，朝政敗壞，一場席捲天下的大動亂讓江山再度分裂，強漢走向了它的尾聲。分与合，三国2建南北朝。漢末群雄並起，曹操、劉備、孫權3家鼎立。赤壁之戰是這段歷史的關鍵一戰，孫劉聯軍以火攻大破曹真，就此定下魏蜀吳3分天下的格局。後來司馬氏建立的西晉曾短暫統一，卻很快陷入內亂，北方各族大量南下，天下裂成南北2半，進入南北朝。這300多年聽起来很亂，卻藏着一條清晰的暗線：民族大交融。北方的北魏孝文帝主動推行漢化改革，南方則因為大量人口南遷而被開發起來。亂世反而把不同的人群融在了一口大鍋裡，替下一次的大一統攢足了底氣。盛世模板，隋唐的巔峰與轉折。結束分裂的是隋朝。隋朝和秦朝相得驚人，都短命，卻都留下了1000年工程。秦有長城，隋有大運河，而隋朝更開創了影響深遠的科舉制，讓平凡人第一次有了憑本事做官的機會。隋朝同樣因為急政而迅速落幕，接棒的是唐朝。唐朝就是那个標準的盛世模板。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玄宗前期的開元盛世，把中華文明推上了古代的最高峰。長安一度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可是盛極而衰，一場安史之亂成了整個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後藩鎮割據，國力大不如前，唐朝在內憂外患中慢慢走向落幕，天下再次跌進5代10國的短暫分裂。文治的宋，極致的繁華與致命的隱憂。從5代10國的亂局中站出來的是宋朝。趙匡胤一招杯酒釋兵權，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基調。宋朝的文化與經濟繁榮到了極致，活字印刷、指南針、火藥的應用都在這個時代開花結果。商業之發達，市井之熱鬧，冠絕當時的世界。但重文輕武也帶來一塊軟肋。面對北方的遼、西夏、金，宋朝在軍事上始終被動。北宋在金人南下的衝擊中落幕，史稱靖康之變。
皇室倉皇南渡，建立南宋，偏安江南半壁。宋朝的故事，其實在提醒我們一句話：富有不等於強大。橫跨歐亞的元與最後的帝制明清，接着蒙古在北方崛起，最終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闊的元朝。他首創了行省制度，這套地方管理的框架一直影響到今天。元之後是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根，他廢掉了沿用上千年的丞相之职，把權力進一步收攏。明朝前期郑和七下西洋，那支船队之龐大，遠超同時代的任何國家，把中華的海上足跡一路帶到了非洲東岸。明朝後期內外交困，在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中落幕。取而代之的是清朝，康雍前3代打造出古代最後一个盛世，疆域遼闊，人口空前。可就在这片盛世的表象之下，世界已经悄悄换了天。當西方完成工業革命，駕著堅船利炮駛來的時候，長期閉關的清朝即將迎來一場3000年未有的大變局。大變局，近代的開端。西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這一戰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古老的帝國第一次被外來的力量硬生生撬開了大門，一連串的條約接踵而至，內憂外患一起湧來。南方掀起了規模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一度動搖了清朝的根基。地域之士接連嘗試自救，先是學技術的洋務運動，再是甲午一敗之後的戊戌變法，可惜都未能扭轉大勢。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延續了2000多年的帝制就此走入歷史，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從那一刻起，古老的華夏正式跨過了通往現代的那道門檻。好，到這裡，我們把5000年一口氣走完了。你發現了嗎？整部歷史其實就是同一組主題在反覆上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盛世之後往往埋住危機，而危機之中又總在孕育新生。從家天下的第一道門到帝制落幕的最後一頁，中華文明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起來。這份韌性才是它能綿延5000年始終沒有斷過的真正原因。